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承欢记一场订婚戏，揭露7名演员演技，有人被赞，有人被嘲。承欢记第6集真实让人眼前一亮，可以说是这部新剧的第一个精彩小高潮。麦承欢给酒店策划了场520家庭聚会，没想到辛嘉亮却搞成了骑士求婚大戏，让他一下子成了全场焦点。求婚成功后，双方父母也就顺势安排见面了。麦承欢家里条件一般，4口人挤在一个小弄堂房里。辛嘉亮家开了个家居公司，资产挺可观，有上亿呢。虽然比不上那些大富豪，但小富二代也算得上。家境差异大，难免会被比较，也容易招来议论纷纷。承欢记第6集上演了一场订婚见面局，真是精彩啊！这场戏不仅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弱点，还让我们看到了7位演员的真实演技。这场戏真实让人印象深刻，每个演员都发挥得特别好，把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，真是太赞了！这场考验演技和人性的戏，真是让人看得津津有味。有的人演得特别好，赢得了大家的赞赏，但有些人表现得一般，被观众批评和吐槽。看来演技这东西，一比就知道谁更出色了。姚安莲演的麦来天真是够拼的，男方家人都到齐了，男方姐姐还故意给承欢点贵菜想示威，可麦来天一点儿都不怂，顶着压力也要给女儿撑腰。开饭前，麦来天紧张地开了口：“我说2句哈。”他腰杆微弯，头也低着，眼睛老是往下看，就像那种在正式场合不太自在的普通老爸，尴尬又生硬。麦来天随后起身，向男方家人表示了衷心的感谢，又特意夸赞了自己的女儿。他说话时稍显紧张，手也不停地挥动，一饮而尽杯中的红酒。麦爸在把女儿托付出去时，那紧张又激动的心情真是全都写在脸上了。他一杯接一杯的敬酒，每次喝酒都喝得干干净净，就想让男方家看出他对女儿的重视，别小瞧了她。这份父爱啊，既体现在他那些略显笨拙的举动里，也流露在他那些不太流利的言语中。何赛飞扮演的刘婉玉真实演得深入人心，她在戏里的表现超赞。面对男方姐姐一开始的刁难，她虽然心里明镜似的，但还是忍了下来，情绪控制得特别好。后来辛嘉丽开始嘲笑麦来天，说他不会喝红酒也不会吃鱼，还说2家根本不是一个档次。刘婉玉一直都很强势，这次也忍不住了。他眨眨眼，拍了下桌子，抬头大声说：“嘉丽啊，你的向承欢学学，你这孩子说话咋这么没礼貌，还嫌人穷爱富人。”聊着聊着，刘婉玉就激动地站起了身。看见女婿含糊其辞，女儿终于忍不住要发表意见，她更是按捺不住怒火。她站得笔直，语速飞快地说着话，脸上每一个细节都在跳动，充满了激动的情感。何赛飞真是演活了那种母爱的力量和保护欲，看得人热血沸腾。杨紫演的麦承欢真是个情绪超稳的女孩，她一进门就被大家开玩笑，但她一点都没生气，还特会化解尴尬。她爸站起来说话时，麦承欢眼眶微红，那种小细节和小感动都显得特别真实，一点都不假。双方家长聊到办酒席的事，男朋友却态度敷衍，让她很不爽。她直接站起来，挺起胸膛，质问男方家为啥总是摆饭局，还老是用有色眼镜看人。她终于受不了男友这种自我不负责的态度了。演爆发戏时，杨紫的胸口起伏的厉害，一看就情绪很激动。吵起来时，她眼里闪着泪光，但硬是不让掉下来，那股子倔强和自信真是让人感动。胡丹丹演的辛嘉丽啊，真是个嚣张到不行的人。
他眼里就没长辈这回事，说话也是没轻没重的。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搞砸他弟弟的婚事，真是让人无语啊！胡丹丹演得真不错，那冷嘲热讽的台词配上他那不屑一顾的眼神，把角色演得特别传神，真是活灵活现的。麦父发言时，他那个翻白眼的动作真是演绝了。虽然角色让人不太喜欢，但他的演技确实很棒，看得观众都气不打一处来。牛俊峰演的这个辛嘉亮啊，就是个妈宝男。他这人吧，没啥担当，做事也总是想得不周到。这饭局戏啊，辛嘉亮的演技确实有点跟不上。长辈们吵得火热，他倒显得挺冷静，反应平淡了点。整场戏下来，他也没啥亮点，情绪转换也没到位，真是被比下去了。张耀演的麦成藻真是棒极了。他是麦承欢的弟弟，在这部戏里，他话不多，但演技绝对是一流的，跟其他人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。麦成藻看到自己的家人被欺负，作为男人，他应该有点反应，但他就是没啥情绪。镜头给他特写时，他的眼神也特平淡，好像演戏跟他没啥关系似的。邓英演绎的陈德京，也就是辛嘉亮的妈妈，表现中规中矩。她坐在那儿显得有点木讷，聊天时也不太投入，没能把那种被迫营业的无奈感觉演得入木三分。整体来说，这个角色缺乏一些生动的细节和情感的深度。邓英整场演出都很冷静，情绪几乎没啥波动，演技和张耀有点像，都显得有点生硬，不太自然。承欢记里那场订婚饭局戏真是让人眼前一亮，7位演员同台飙戏，每位都展现了深厚的演技。话说回来，你们觉得哪位演员的表演最出彩呢？